再来继续关注乌克兰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他准备保证乌克兰不会加入北约，以促成与俄罗斯达成和平协议。与此同时，克里姆林宫表示，与乌克兰的谈判进展比我们希望的要慢得多，也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周三，拜登启程赴欧洲，准备参加北约特别峰会。有声音指出，拜登此行意在给当前局势再添一把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周二表示，他准备保证乌克兰不会加入北约，以促成乌克兰与俄罗斯达成和平协议。但他表示，仍将要求俄罗斯军队从乌克兰完全撤出，并要求国际社会承诺维护乌克兰的安全。有关谈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周二的一场电话记者会上说，与乌克兰的谈判进展比我们希望的要慢得多，也没有实质性的进展。他表示，由于谈判日程的不确定性，无法说明下一场谈判的具体时间。Я не могу вторгаться в детали этих субстанций. Убеждены, что в настоящий момент вынесение их на публику может только повредить переговорному процессу, который и так идет гораздо медленнее。此前，俄乌双方已在白俄罗斯进行了3轮会谈，从第4轮开始转为通过视频举行。双方诉求不同，边打边谈在持续。佩斯科夫指出，俄罗斯的主要目的是解除乌克兰的军事能力，这也是俄军只攻击乌克兰军事目标而不打击民用目标的原因。俄罗斯需要确保乌克兰从一个反俄中心转变为一个中立国家。他强调，必须清除那些以平民为掩护的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同时必须确保乌克兰人承认克里米亚是俄罗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承认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的独立。俄乌冲突进入第28天，据新华社报道，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周二通过社交媒体证实，俄军已暂时控制了连接顿巴斯和克里米亚地区的陆上通道，阻断了乌方往亚速海的交通。在北部方向，俄军正从国内调集更多部队，准备发起新的进攻。东北方向，俄军以部分围住苏梅，继续炮击哈尔科夫。在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地区，俄军不断发起进攻，但未有进展。自俄罗斯发起特别军事行动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已经对俄罗斯实施了多轮制裁，并为乌克兰提供了大量武器和其他军事援助。不过，美国和北约均表示不会向乌克兰派遣地面部队。周二，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科比在接受福克斯电视台采访时再次强调，美国不会派遣美军到乌克兰作战。科比称，美国只专注于2件事：第一，确保乌克兰继续像以往一样捍卫自己的国家；第二，美国每天都在运送物资到欧洲，以确保北约东翼的安全，同时确保北约成员知道美国对保卫北约每一寸领土的承诺。不是直接的介入，不是说它不是间接的介入，它是除了不设防空识别区以外，所有的这个方式基本上都介入了。那么同时呢，卖军火美国就是北约东扩，就是它军工复合体推动的，不断的在赚钱。所以现在不仅是卖武器给乌克兰，同时还要让这个已有的北约成员国呢加强武装。比如说德国最近增加了1000亿军备的开支，大量的采购的是美国 F-35战斗机。周三，美国总统拜登启程赴欧洲，他将出席北约峰会，并与7国集团和欧盟领导人举行会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前一天在记者会上称，预计拜登将与盟友探讨升级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并加强西方联盟。据称，拜登还将宣布一项所谓旨在加强欧洲能源安全、减少欧洲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依赖的联合行动。He will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coordinate on the next phase of military assistance to Ukraine. He will join our partners in imposing further sanctions on Russia and tightening the existing sanctions to crack down on. 不过，对俄罗斯能源禁运一事，欧盟成员国之间一直存在分歧。周二，德国总理舒尔茨与到访的欧洲议会议长梅措拉举行了会晤。舒尔茨在会晤结束后的记者会上表示，德国依然坚持拒绝对俄罗斯实行能源禁运的立场。他重申，许多欧盟国家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度很高，这不应该被忽视。舒尔茨说，一方面，制裁措施必须对俄罗斯产生重大影响，但另一方面，本国经济所受到的冲击也必须是可控的。Deshalb ist die Positio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zu dieser Frage unverändert. Im Übrigen
gilt das für viele, viele andere Mitgliedstaaten auch, die sehr abhängig sind von Importen von Kohle, Gas und Öl, viel mehr noch als Deutschland. Und niemanden darf man in dieser Hinsicht im Regen stehen lassen. 那么很多国家就要摆脱对俄罗斯的依赖，尤其是欧洲国家。那么他们现在就是首先采购卡塔尔的天然气，另外一个就是美国加紧兜售它的页岩气和它的一些新能源的一些项目。但具体操作起来遇到很大的一些困难，因为美国的页岩气要从美国本土运到欧洲它首先要把它零下162度到103度的低温下液化，然后呢从卡塔尔的这样一个船只，然后运到欧洲，成本非常高。今年冬天过去了，那明年冬天怎么办最近没有出台第5轮呢对于俄罗斯的严厉的制裁，能源上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美国在此看来，他通过俄乌冲突，他呢设了一个圈套，让俄罗斯往里钻，然后来制裁俄罗斯。他不仅卖武器，他还推销他的能源，而且分化了欧洲。与此同时，还有消息人士称，美国及其西方盟友正评估俄罗斯是否应继续留在20国集团内。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周三例行记者会上指出，20国集团是国际经济合作主要论坛，汇集了世界主要经济体，俄罗斯是重要成员，任何成员都没有权利开除其他国家的成员资格。20国集团在引领全球抗疫、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推动世界经济稳定复苏等方面负有重要责任。20国集团应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团结合作，携手应对经济、金融、可持续发展等领域的突出挑战，为实现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做出积极贡献。